我居然因为一件送错的快递差点丢了性命。那晚我刚下班回家，门口就传来门铃声。您好，您的快递。我没多想应了一声。啊，麻烦放门口吧，谢谢啊。待快递员走远后，我便开门把快递拿了进来，心想着应该是老公出差在外面给我买的特产。可仔细看了眼快递面单，上面的地址门牌号是对的，只不过他是隔壁撞的，收件人我更是完全不认识。好在面单上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想了想，我便打了电话过去。喂，你好，哪位？对方是个温柔的男生。你好，我是 A 幢402的，您的快递送到我这里了。我与他说明了一遍事情经过。这应该是快递员粗心搞错了吧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就放在门口，我晚点去拿。我便直接应了下来，把快递放回了门口。隔天一早，我发现快递果然被取走了，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却没想到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之后没过几天，门口又出现一个快递。这怎么又是隔壁楼的快递啊？这快递员怎么回事啊？我虽然有些生气，但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邻居。又送错了，真不好意思，你方便帮我放到门岗吗？我看了一眼眼前的快递，这次的快递是一个比较大的箱子，看上去有点重量。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犹豫。家里有男人吗？这个快递有些重，你一个人应该搬不动吧？这个我确实搬不动。在他说了会自己来拿后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就听到门外有悉悉嗦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透过门眼往外望去，可却发现门外一片漆黑。我有些纳闷，就在我再次看去时，门外又恢复了正常。晚上和老公打电话聊起了这件事，他提醒我，如果再有下次就直接打电话给快递公司，不要随便和对方联系了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第3次很快就来了，但这一次却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。你好，你是叫于小莫吧？你有快递被送到我家了，你方便来拿吗？听完他的话，我有些尴尬。真不好意思啊，你方便帮我放在门岗吗？好吧。我微笑着向他道谢。取回来后看到确实是老公前些日子买的咖啡机到了。然而这件事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我再次收到了一份寄错的快递。原本我想打给快递公司的，却没想到邻居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有份快递寄到你那里了？他的语气有些着急。对，是有一份你的快递在我这儿，要不我还放门口，晚上你来取。不，这份快递非常重要，你放在门口我怕丢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把它拿回家，晚上下班后8点左右我去你家取，到时候你再放在门口。对方的态度诚恳，我想了想也不好拒绝。行吧，那我先把它拿回家吧。中途我还给老公打了个电话，听说别人要来我家取快递，他让我一定要记得把快递提前放门口。如果快的话，我晚上也能到家了。我点头应道。眼看着已经到了晚上，只不过时间还没到8点，门外就有了动静。一阵门铃声响起，我吓了一跳，刚准备询问时，对方先开口了。你好，我是你的邻居，我是来取快递的，今天下班早了些。听到是他的声音，我心里却平静了不少，想着人家特地来取快递，我不开门好像也不合适，便拿起那份快递走到了门口。开门之前我犹豫了一下，把门轻轻地拉开一条缝，突然一只手伸了进来，我脑子嗡了一下，意识到不对，紧紧地拉住门把手，一张脸瞬间出现在我眼前。他长相凶恶丑陋，面目狰狞可怕，此时我害怕极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你干嘛？你是谁呀？我壮着胆子喊道，他却对我毫不理睬，只是慢慢拉大了门缝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的力气根本抵不上人家，只能冲着屋内大喊：老公，家里进人了，老公！别费力气了，你家里没男人。他一脸邪笑地看着我，我最终还是没挣脱过他，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。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尖刀，刚准备关上身后的门，这时门又被外面的人用力地拽开了。是老公，他回来了。他突然的出现让眼前的男人吓了一跳，并趁他不备夺下了他手中的刀，直接吓跑了他。我也终于安全了，我们赶忙报了警。待警方来了之后，赶去了 B 幢402，才发现这个屋子压根就没有人住。后来通过监控才发现，原来送错的快递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。这个人的快递是他自己放过来的，而我的快递也正是他取走的，根本不是快递公司送错了。还好老公及时赶回来，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起初我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直到我透过墙上的小洞看去。刚毕业的我租了一间公寓，公寓的设施十分陈旧，用木板隔断的墙面隔音效果非常差，但好在价格便宜又离公司比较近，我咬咬牙便住了下来。由于大家上班的时间都差不多，邻居之间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从没见过我左边的租户，但晚上我却总能听到隔壁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，这哭声很瘆人，穿透墙面传入我的耳朵。好在我从小胆子就大，倒也没有害怕，只是有些无奈，毕竟总会吵得我休息不好。隔天一早，等电梯时刚好碰到右边的邻居，我便问起隔壁住的什么人，他突然神色慌张起来，眉头紧皱。你问这干嘛？
随后我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我也不清楚。说完，他便阴沉着脸走了。莫名其妙，这是怎么了？看到他的反应，我不免觉得疑惑，他好像知道什么。这种疑惑也一直持续到下班回家。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又响起了那个断断续续的哭声。我几日的愤懑也终于爆发了，用手哐哐敲着隔壁的墙。喂，你安静点吧，你不睡觉，别人还要睡觉呢。但隔壁邻居似乎没有听到，仍然发出断断续续的哭声。发泄一通后，我也逐渐冷静了下来，分析着是不是隔壁住户遇到了什么难事，才会每晚哭个不停。突然，我发现墙壁上有个小洞，这个食指大小的小洞似乎是被白蚁啃出来的。一想到隔壁那个从没见过的神秘邻居，我就按耐不住好奇，于是我悄悄凑上这个小洞，往里看去，只见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的女孩正背对着我轻轻啜泣着。我碎碎念道：哭得这么伤心，这是被情所伤了。不久，那哭声逐渐消失了。出于好奇，我再次把眼睛凑了过去，然而瞬间让我冷汗直冒。我惊恐地盯着眼前的景象，无法自已。一双脚赫然出现，轻微的晃动下还伴随着可怕的呜咽声。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冒了出来，我吓得立马后退了2步，浑身被汗浸湿。我赶忙拿起了手机报了警，又颤抖着给房东打去了电话。喂，房东，隔壁404好像有人自杀了。房东应该是被我电话吵醒的，但也被我的话吓得不轻，带着刚睡醒的腔调说道：你睡懵了吧？404早就没人住了。什么？听到这，我身体不自主地颤抖起来，贴紧墙壁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面前的小洞，生怕下一刻会有东西突然钻出来，一咬牙就夺门而逃。不久，警察和房东就赶了过来。当打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因为隔壁的房间确实没有人，厚厚的灰尘根本不像我刚刚看见的场景一样。房东再次强调，一定是我睡懵了，看错了。次日一早，我赶忙找了新房子搬了家，而之后我再也没听到过这种声音。事情慢慢淡了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则微信消息再次勾起了我这段回忆，是当时住在我右边的邻居，他告诉我他也搬出来了。你那隔壁房间，我听说之前有个女孩子上吊自杀了，从那之后再也没人住过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久久回不过神。你在医院经历过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？1年前妈妈因病住院，我作为陪护也守在医院里。入夜，我想着帮妈妈打完水就准备回家，便提着热水壶走出了病房。走廊里格外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一股阴风刮了进来，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我紧张的喉咙发紧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水房里只有一个人在打水，哗哗的水流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有些突兀。我站在他的旁边，刚想拧开了水龙头，不经意的斜眼时，却发现那人的水壶已经满了，水溢了出来，躺在他的手背上，手背一片红肿。这可是开水，他难道不疼吗？水满了。我提醒了一句，赶紧帮他关好水龙头。哗哗的流水声戛然而止，女人猛地抬起头看着我，她的眼睛很瘆人，眼仁很小，几乎都是眼白。我害怕地咽了咽口水，小声地解释：你的水壶满了，水把你的手烫红了。女人机械地将手举起来，放在眼前瞧了瞧，然后又放下，接着提起水壶缓缓离开。自始至终她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更没向我道谢。还真是个怪人。我打好水走出水房时，才发现走廊的灯突然莫名的闪着，甚至还有滋滋的火花声。一个行动病床迎面推了过来，床上盖着一块白布，下面躺着一个人。行走带来的风将白布翘起了一个边，我看到了床上那人黝黑的头发，真的是世事无常。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出于对死者的尊重，我赶紧避让。突然，有人从身后猛地推了我一下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扑向了床上。好在我用力扶住了床沿，这才避免了尴尬。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刚才有人推了我一下。我不停地和对方道歉，推床的2个人并没有吭声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他们的眼神透着古怪。我心里有些恼火，但又有些害怕，于是我直接转过头去找推我的人，可是身后空无一人，静，死一般的静。我不禁四下张望，诡异的是，走廊2侧病房都房门紧闭，乌漆麻黑，一种深深的恐惧感袭上心头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，请您原谅。我转过身，低着头不停地道歉，然而许久没人回答。我悄悄地抬起头，瞬间吓得脸色惨白，拔腿就跑，因为移动病床和那2个不3个人不知何时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全程没有一丝声音，头上的灯依旧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发出滋滋声。我一路狂奔到满头大汗，依旧没能跑到妈妈的病房门口。妈妈的病房离水房并不远，但我怎么走这么久还没有到？
我害怕的赶紧拿出手机，颤抖着拨打了妈妈的号码，可电话那头迟迟没有接听。我捂住了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在眼眶打转，再次环顾四周，这里是9楼没错，也是我熟悉的病房号。我愣愣地站在了走廊，仿佛整个楼层只有我一个人，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。一切的不对劲都从我碰上那个女人开始的。既然前进没办法找到出口，那我就退回水房，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原因。于是我转身往水房的方向走去，结果我发现我连水房都找不到了。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我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一个病房的灯竟然是亮着的，而这个病房的门也开了一条缝。一阵冷风吹了过来，夹杂着一丝呜咽的声音。我的身体反应比脑子更快，直接开门就走了进去。进去后我才发现病房内只有一张病床，上面躺着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无意打扰，我找不到病房了。我冲着床上的人解释，然而门却吱呀一声关上了。我吓得险些叫出声，转过身用力去推房门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今晚也太邪门了，我不会死在这里吧？就在我恍惚间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僵硬地朝身后看去，身后站着的竟然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，她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不自觉地尖叫起来，赶忙退后一步。你不该来这里。一句话轻飘飘地传来，我的眼睛紧闭不敢睁开，只感觉一只手推了我一把。再睁开眼，我竟身在水房，水龙头哗哗地往水壶里注水。怎么回事？还没从害怕的情绪中走出，提着水壶走了出去。走廊上的灯安静地亮着，没有闪烁，也没有滋滋声。不远处的护士站里，护士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情是我臆想出来的？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不远处2个人推着一个病床走过来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从头到脚盖着白布。一阵阴风刮过，白布被掀了起来。这一次我不仅看到了对方的黑发，还看清了他的脸，她就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。我的汗毛全部炸了开来，快步往前走去。好在这次没出什么意外，我顺利走回了妈妈的病房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给你打电话也没信号。妈妈看了看手机，我去了多久？都快1个小时了，你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？我不想让妈妈担心，没有说出刚才的经历，只是说遇到一个熟人多聊了几句。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还得上班。我放下了水瓶，和妈妈道了晚安，就走出了病房。之后的我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但是至今想起依旧心有余悸。我第一次觉得闺蜜这么可怕。我和闺蜜合租了一个老旧的小区，小区破旧斑驳，楼梯里连照明都没有，每次加班回来都觉得阴森森的，很瘆人。房间里的摆设也很陈旧，好在房租很便宜。我们俩特别爱缩在客厅看恐怖片，在恐怖片的衬托下，房间竟然也透着阴森的气息，就连温度都比平时低。第2天，闺蜜却突发奇想，打算测试一下电影中的情节。她找来一只碗，里面放了生小米和清水。如果屋里有鬼的话，这些东西就会被吃掉。说完，我们就出门上班了。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，不停地想着碗里的米到底会如何。下班后，我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家，第一时间去查看那只碗。还好里面的东西并没有少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竟然有些失望。此时闺蜜的房间关着，里面放着音乐，我就去卫生间冲凉。结果洗着洗着，我无意间往门口看了一眼，就看见闺蜜脸贴着玻璃门冲着我傻笑，我吓了一跳。你神经病吧？闺蜜并没有理会我的愤怒，依旧站在那里冲我傻笑。这下我彻底火了，冲着她大骂了几句，然后赌气地拉上浴帘。等我洗完澡，闺蜜已经不见了。可就在我刚准备刷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竟然是闺蜜打来的。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推开闺蜜房间的门。你都在家，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可闺蜜好像睡着了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心想，会不会是她的手机丢了，有人捡到电话找失主？于是我赶忙接起了电话。哎，我在买奶茶，要不要给你带一杯？我瞬间毛骨悚然，因为电话里的声音正是闺蜜。我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，好半天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。你别开这种玩笑，你不是在床上躺着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马上到家了。说完，电话便挂断了。我的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，脑子里也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。刚刚我去看碗里的东西虽然没有少，可在我端起来时，它分明是热的，里面的小米已经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脸色煞白，悄悄往床上看去，躺在床上的人却不见了。我尖叫着拔腿逃了出去，正好碰到闺蜜拎着奶茶回来。我把刚才的经历告诉了她，她也被吓得不轻。这个房子是不敢住了，我们连夜搬了新家。好在后来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回忆。我正被困在地铁里，眼睁睁看着肮脏的雨水从舱门渗进来，耳边充斥着绝望的尖叫声，水势蔓延的比想象中要快，而我眼中满是惊恐。公司小群里又活跃了起来。哎，你们听说今天会有大雨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我没带伞。SB 老板晚上不会又要我们临时开会吧？
好想早点回家。+1+1，同事们纷纷应和。我抬头看了看外面阴沉沉的天气，总觉得心里有一丝沉甸甸的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窗外突然下起了暴雨。这雨应该不会下很久吧？暴雨吗？应该很快就停了也好，至少不会那么热了。群里又开始一阵吐槽，由于台风天气，今日批准提前下班，请各位同仁注意出行安全。是行政发来的信息，他居然还贴心的艾特了所有人，我们全都喜出望外。办公室里传来一阵欢呼，然而事情比预想的复杂。我和同事从办公室出来时，才知道电梯已经停运了，于是我们只能走步梯下楼。当我们来到门口时，才发现门外的积水已经到膝盖了。怎么办？我们硬着头皮过去吧。身旁的男同事说着，便一脚踏了进去。我望着眼前的积水，将一只脚踏了进去，一阵冰凉的触感袭来。我皱了皱眉，还是把脚缩了回来，因为我今天穿的是短裤，浑浊的积水不免让我有些害怕。最终我放弃了，选择暂时留在大楼里，静观其变，在心里默默祈祷着这场暴雨快点过去。然而我独自等待了1个多小时，也没能如愿，暴雨仍在继续。我回头看了看漆黑的大楼，整栋大楼现在已经断电了，要我一个人在大楼里面待着，想想都害怕。于是我别无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一脚踏进了淹没小腿的雨水中，艰难地往地铁站走着。我小心翼翼的，生怕一脚踩空，直到看到了地铁站的指示灯，这才终于松了口气。因为地铁站还在正常运行，就在地铁进站的那一刻，我把它当做了希望的列车。随着地铁门关闭，我的心也跟着放松下来。车内的人并不多，大家都浑身湿漉漉的，拿着雨伞，低头还在刷着手机。我随即找到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。然而就在前往下一站的途中，地铁忽然间停了下来，不久车厢里便响起了广播：尊敬的乘客，车体出现轻微故障，正在排查，请各位乘客不要惊慌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听到一声惊呼：我操，车厢里怎么进水了？顺着声音来源看去，我就看到有细小的水流正通过地铁渗进车厢，还好水量不太大，但我的心里依然很慌。怎么办？我看着大家慌张的神色，默契地远离了车厢口，眼睛却死死盯着渗水的车厢。没过不久，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便从外部打开车门，开始进行疏散工作。此时水已经没到了大腿根，我跟随着人流有序撤离，周围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满心以为只要跟着工作人员就能找到出路，可下一瞬间，巨大的共振声从前方传来，刚走没多远，我们却被告知需要原路返回，前面通道的水已经都淹了过来。没办法，哪怕现在大家都挺绝望，但我们也只能返回车厢。可是现在车厢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等我们全员上车后，车厢积水已经到腰部了。不仅如此，水势的蔓延还在继续，越来越多的雨水渗进车厢，小孩子早已被自己的家长抱了起来。我听到车厢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哭声，我们都已经站在了椅子上，可却没什么作用。我面色发白，止不住的颤抖，从没想过自己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。再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会溺水的。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惊呼：有人晕倒了！我正被困在地铁里，眼睁睁看着肮脏的雨水从舱门渗进来，耳边充斥着绝望的尖叫声，水势蔓延的比想象中还要快。有人晕倒了！顺着声音看去，一个瘦小的女孩正艰难地拽着身旁的老人，尽她所能地把老人的口鼻露出水面。旁边人见状，赶忙也游了过去。水依旧在蔓延，当水漫到胸口时，大家都开始慌了。此刻我终于意识到，原来最恐怖的不是水慢慢高涨的那种无力感，而是车厢里的空气越来越少，好多人都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。突然，耳边传来一阵呼喊声：“快砸窗！”话音刚落，周围纷纷出声：“不能砸呀！你一砸，窗外的水灌进来，情况会更糟的。”可是不砸的话，大家都活不下来。说着扑通一声，有人就潜入了水下，似乎想把椅子下的灭火器拿上来。可是他前前后后往水底试了几次，都没能成功。着急之下，只看到他拿着一把雨伞疯狂地砸着窗户，可雨伞又怎么能把窗户砸坏呢？眼见着他体力不支，脸冲着车顶，只露出嘴巴和鼻子呼气。旁边的一个高个子大哥一直用手帮他顶住头，不让他头沉到水里面。这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很绝望了，车厢里此起彼伏的都是那种大口大口的喘气声，很多人都已经因为缺氧迷迷糊糊了，就靠着最后一点求生的信念在撑着。这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打电话，好像在跟家里人交代自己的银行卡号，这在我听来就像是遗言。受到他的感染，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手机，于是我心想是不是应该也打个电话，可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打给谁。我捏紧手机，感觉眼前浮现了很多往事，此刻有太多的话都说不出口。最终我给妈妈发去了一条信息：妈妈，我好像快不行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
仿佛承载了我所有的情绪。眼看着信息发出去的那一刻，我如释重负，在心里松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不再去看手机，努力地调整着呼吸的节奏。可是头晕恶心的感觉还是逐步侵袭着我的神经。手机的铃声让我清醒了片刻，是妈妈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妈妈哽咽的声音：小爱，闺女，消防队已经在想办法了，你要坚持住哦，你要坚持住。可现在的我已经很虚弱了，几乎无法呼吸。一阵砸窗户的声音响起，车厢外面突然出现了一束光亮，是救援队，救援队来了！只见外面的救援人员击打着车窗，一声声的充满希望。玻璃裂出了一个窟窿，氧气涌了进来。有人把缺氧的人先拖到窗口，让他们能吸上空气。接着，越来越多的车窗被攻破，外面的空气涌入车内。我感受到自己的意识正在逐渐回归，生命的气息正在重新燃起，水位慢慢下降。车厢里仿佛有一股暖流在传递，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互鼓励。大家都别慌，把晕倒的人先转移。有人开始主动帮忙疏散，注意搀扶好老人和孕妇。随着人群中的一声声建议，大家很自觉地让开一条道，救援人员搀扶着老人逐步离开。接着又有人喊：接下来让女人先走吧。此时车厢里的所有的男士都站在了两侧，我自然是跟在了女人的队伍里，可我还是有些头晕，走起路来昏昏沉沉的。而这时旁边不管男生女生都会说一句：你靠着我就可以。当我终于从那犹如地狱一般的车厢中逃出来时，我甚至有些恍惚，站在原地驻足了很久。身旁被搀扶着的人们个个脸色苍白，但却面带微笑。但是我也看到有人躺在担架上，我知道那是没能坚持到最后的人。是啊，有那么一瞬，我也距离死亡那么近。楠楠，快醒醒，这地方有问题。我睡眼惺忪地朝小燕看了一眼，然而就是这一眼直接把我吓了一个机灵。只见小燕惨白的脸上全是泪痕，惊魂未定的她全身还在不停地颤抖，显然一副惊吓过度的模样。她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好像隔壁有人在偷听一样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白天在2楼窗台看到的那个女人？我当然记得。这次出来玩，我和小燕订了这家深山里的民宿。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，她告诉我她就是这所民宿的房东。交谈间，我有意无意瞥见2楼窗台边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，那女孩约莫20岁左右，一头乌黑的长发让她显得楚楚动人。性格活泼的小燕也看见了女孩，她热情地向女孩挥了挥手，算是打招呼。可是那个女孩似乎并不欢迎我们，她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我们。房东太太见状连忙解释道：这是我的大女儿，她在这深山待惯了，性格有些孤僻，你们不用管她。说完，房东太太便让我们去登记住宿。来到2楼房间，我一头就扎进了浴室，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后，我被一股强烈的困意席卷全身。当我被小燕吵醒时，已经过了午夜。看着小燕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再也没有了睡意。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别急，慢慢说。小燕闭上眼睛，深吸了2口气，努力克制住恐惧的情绪后，才缓缓开口道：刚才我肚子饿，想要去楼下厨房找点东西吃，结果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白天那个女孩还在那个位置，我和她说话，她也不理我，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就凑了上去。但是就在我触碰到她的身体时，我发现那女孩不仅身体僵硬，就连体温也不正常。你说这大夏天的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，怎么可能一点体温都没有啊？小燕哆哆嗦嗦地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对于她刚才的所见所闻，我并没有第一时间下结论，毕竟2个女孩子身处在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更何况这里地处偏远，手机信号也差，多个心眼总是没有坏处。过了好久，等小燕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，我轻声安抚道：你别担心了，我出去看一眼。走出房间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女孩，女孩确实就坐在白天那个位置。趁着一阵风吹过，我借口有点冷，想让她帮忙关上窗户，可是女孩却依旧纹丝不动地坐着。无奈我只能快步走上前去关上窗户。可就在我转身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因为走廊灯光昏暗，我一个不小心撞到了女孩，然而她就这么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。我来不及想太多，急忙向她道歉，并伸出手想要将她扶起来。可当我触碰到她手臂的瞬间，一股强烈的恐惧感便油然而生。那女孩的手实在是太冰了，正如小燕所说，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常人的体温。借着走廊上的灯光，我凑近女孩看了一眼，只见女孩整张脸上虽然盖着一层厚厚的粉，但还是盖不住原本的青灰色，薄薄的嘴唇也是毫无血色。然而更夸张的是，此刻被我撞倒后，她不仅没有任何表情，甚至就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我颤抖着将手伸到她的鼻子下面，几秒钟之后，我彻底愣住了。这个女孩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一具尸体。当我条件反射就要惊叫出声的时候，楼梯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我们就住在2楼，小燕在房间里，
根本不可能走楼梯，那只能是房东太太了。或许是刚才女孩倒在地上发出的声音吵醒了她。接着我脑海里产生了一个念头，我不能让她发现我在这里。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时，自己的潜能必定会被激发出来。我一咬牙，闭着眼睛扶起地上的尸体，并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然后一闪身就躲进了旁边房间的床底下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跟着越跳越快。我拼命祈求上天千万别让房东太太发现我。房东太太进了房间，绕着走了2圈。就在我以为她要离开时，突然她的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从来没想过住个民宿会遇到这么恐怖的事情。房东太太的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那斑驳的皱纹和浑浊的眼睛在微光的照耀下透着一分诡异。你在床底下做什么？她苍老的声音带着丝丝凉意。你吓到我了。我从床底下爬出来，故作淡定地说，刚才我听到这房间有动静，以为是老鼠，忍不住进来瞧瞧。我知道我的借口有些牵强，房东的眼睛正死死盯着我，他突然凑近我，声音充满了令人浑身发毛的黏腻感。小姑娘，胆子太大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我僵硬地冲他点了点头。房东突然咧嘴笑了一下，山里寒气重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忙不迭地点头，向门外快步走去。尽管我没有回头，却依旧能感觉到房东还在盯着我。刚走出房间，我发现那具女尸竟然凭空消失了，猛地收住了脚步，心里的恐惧一浪高过一浪。身后，房东突然开口：“这个是老房子啦，晚上千万不要乱跑。”他的语气里尽管带着一丝笑意，可我脊背却阵阵发凉。我打了一个激灵，快步跑回房间，用力锁好房门，戒备地看着门口。小燕一脸茫然地问：“娜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强压下心底的恐惧，催她赶快收拾行李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们看到的那个窗前的姑娘根本不是人，是具尸体，凶手很有可能是房东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好像知道我发现了这个秘密。我颤抖着声音说。小燕紧紧抓着我的胳膊：“娜娜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离开这里，越快越好。”小燕险些哭出来，咬着嘴唇点了点头。和小燕收拾好行李后，我竖起耳朵，不停地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直到1楼传来踢踏的脚步声和隐约的哈欠声，紧接着是开关门的声音。他应该睡下了。我压低声音对小燕说。小燕和我对视一眼，我蹑手蹑脚地打开门，小心翼翼地提着行李走了出去。我们不约而同放轻了脚步，生怕惊动房东。终于到了1楼，前台近在咫尺，房东并没有坐在那里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拉着小燕直奔门口。突然间，一个人迎闪了出来，挡在了门口。你们是想退房吗？一个陌生又沙哑的女声突然响起，我和小燕都吓了一跳。看到她长相的时候，我的眼睛瞬间瞪大，恐惧已经达到了极限，因为眼前的女人和窗前的那具尸体长得一模一样。她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我偷偷打量着她，并没有说什么，猛地拉着小燕就往楼上跑。你们不是要退房吗？跑什么？难道我会吃了你们不成？女人阴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就像是催命的符咒。紧接着，女人也追了上来，她的狞笑一直在耳边回荡。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，发了疯似的跑进一个房间。就在我准备锁门的刹那，一只手用力抵住了门板，那双邪恶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不是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了吗？女人力气大得惊人，门缝一点点变大。就在我以为自己会成为她的盘中餐时，女人突然爆发了一声惨叫，紧接着将手抽了回去。是小燕，她用拖把砸在了女人的胳膊上。就在此刻，我赶紧关门反锁，又将沙发抵在门上。我们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门外的女人依旧在疯狂地叫嚣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会有人死而复生吗？我却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，不对劲，这个声音怎么和房东一样？明明已经死了的女人却疯狂追了上来，她的狞笑一直在耳边回荡。我拉着小燕发了疯似的跑进一个房间，就在关上门的刹那，一双邪恶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不是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了吗？门砰的一声被关上，缓了许久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不对劲，这个声音怎么和房东一样？我压抑的哑着嗓子继续说，在楼下时，我还看到他手里捏着一把刀。小燕浑身一凛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我赶忙拿起手机想报警，但是手机显示无信号。拿着手机在房里绕了一圈，最后打开窗户，身体探了出去，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门外女人不停地咒骂着，砸门声也变成了利器的破门声，门上甚至有木屑掉下来，门板被她砍得摇摇欲坠。小燕吓得捏紧了我的手臂，瑟瑟发抖。我也控制不住的想哭。就在这时，角落里一个衣柜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们把衣柜挪过来，或许还能抵挡一阵儿，为警察的到来争取时间。
小燕点了点头。衣柜很沉，我和小燕吃力地拖拽着。突然，衣柜朝一个方向倾斜，我和小燕还来不及反应，门一下子被打开了，紧接着有人一头栽了出来。我和小燕吓得惊呼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房东太太。此时的她脸色铁青，双目紧闭，身体早已经僵硬，她已然没有了气息。我的脑袋乱极了，那门口的女人到底是谁？这个民宿里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我还来不及多想，门砰的一下被砸开了，女人提着斧头翻了进来，得意地站在我们面前。我和小燕拿着拖把和椅子，胆战心惊地与她对峙着。女人不经意看到了房东的尸体，突然眼眶通红，放声大笑。这都被你们发现了，你们去死吧！说着，她猛地举起斧头向我的头上劈来，我一个退后躲过了她的袭击。可女人根本不想放过我，斧头再次朝我的身体砍过来。我举起拖把防御，斧头一下子将拖把砍断。我吓得惊呼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去死吧！女人狠狠地向我劈来，情急之下，小燕举起椅子砸在女人的头上。女人吃痛，转过头愤怒地看向小燕，然后晃荡着身体朝小燕走去。小心！我尖叫着提醒小燕，然后将手里的木棒砸向女人的脑袋，直接在她的额头留下了一个口子。女人伸手去擦额头的血渍，小燕趁机再次狠狠砸向她的头。女人的身子终于软软地倒在地上。随后，我和小燕合力将她绑在椅子上，直到警察的到来。她还一直在昏迷。女人清醒后供述了全部案情。女人和房东是母女，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，两人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母女三人一直相依为命。也就在前天，姐妹俩闹了矛盾。生性敏感好胜的妹妹一直嫉妒姐姐的优秀，失手杀死了姐姐。而这一幕又恰巧被妈妈看到。在妈妈劝她自首的时候，她气愤于妈妈偏向死去的姐姐，于是她又对妈妈动了手。回过神来后，妈妈和姐姐已经再也没有了呼吸。她很后悔也很自责，甚至导致她严重精神分裂。凭借她很好的化妆技术，经常扮演起着不同的角色，可能在她的世界里，她的家人还都在吧。而自始至终，我和小燕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人。半夜，女儿好奇地拨打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结果竟然打通了。我睡得五迷三道的，被丫丫一声尖叫吵醒了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我光着脚赶忙跑进她的房间，丫丫瑟缩的蜷在角落里，满头大汗，一脸惊恐地看着床上的电话手表。我冲过去抱住了她，丫丫怯怯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怕。我以为丫丫是做噩梦了，轻轻抱着她放在被子里，拍着她说：不怕不怕啊，妈妈保护你。看着丫丫熟睡的脸庞，我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。第二天是周末，看着丫丫几次欲言又止，我联想到昨晚丫丫的样子，蹲下身摸了摸丫丫的头发。丫丫，昨晚上你是做噩梦了吗？妈妈，丫丫没有做噩梦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：妈妈，昨晚我给恐怖号码打电话，只有一个接通了，而且对方还说会来找我。丫丫脸色发白，你哪来的恐怖号码？我们在网上看见的，昨晚我试了一下。丫丫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心里惊了一下，原来小丫头昨晚尖叫是因为这个。我打开丫丫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个通话时长写着15点31，这么久，看来孩子昨晚打通以后并没有挂，不知道怎么了。我心里的不安感愈发严重，检查了一下手表的一些设置，骚扰拦截那一栏竟然有60多个未接，怎么回事？我快速点开，就看到全是那个恐怖电话。想着我喊来丫丫，她告诉我这个视频现在在班级里特别火，是班级里胆子特别大的刘晴发给大家的。刘晴称它为勇气视频，谁能打通视频里的电话，谁就是最有胆的人。那他打通过吗？我问丫丫，丫丫摇了摇头。我不敢问。我打开了那个视频，视频的质量很粗劣，也并不恐怖，只是怂恿性很强，全是在鼓励孩子去打这个电话。可是视频里戴面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是与电话主人结了怨，所以故意让人去打他们的电话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于是我打开了留言区，留言的都是孩子，什么骗人的，打不通，还有打通了没人说话之类的。突然，丫丫指着一个头像，尖声说：妈妈，这是刘晴的照片。耶，我的电话接通了，他还和我说了话。这是刘晴的留言，我只能先安慰丫丫说这只是个恶作剧，让她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再次望向了丫丫的电话手表，短短一会儿的功夫，手表骚扰拦截多了10几个未接。犹豫了片刻，我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，想着确认一下对方是谁。这声音响起的时候，我的心里还有些忐忑。喂，哪位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，是个女的。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些。哎，你好，前几天我丫丫半夜瞎打电话给你们拨通了，今天我看见你们回拨了很多电话，所以特地打个电话解释一下。哎，真的非常抱歉，孩子太调皮了。我非常诚挚地说道。没事儿。电话那头的女人似乎忘记了一样，
他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，挂了电话。我略微有些不解，明明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为什么要一直打电话？原本我以为解释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直到晚上，在丫丫睡着后，我再次查看她的手表，发现那个恐怖号码又给她打了10几通电话。我想着白天明明解释通了，怎么还不停地打？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我回拨过去，电话几乎秒接，我声音略微有些生气。喂，你好，请问还有什么事情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请问你为什么还打我孩子的电话？我开始有些不忿，已经解释过了，还总给孩子打电话是什么意思？一阵诡异的笑声突然传来，我吓得将手表甩出很远，心砰砰直跳。手机突然不合时宜的响起，我又被吓得够呛。当我看到学校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女儿因为好奇，用手表拨通了网上说的恐怖电话，而电话那头的人威胁会来找她。我得知此事后，愤怒地打了回去，然而却传来了一阵诡异的笑声。我吓得把女儿的手表甩出很远，手机也突然不合时宜地响起。当我看到家长群里发的内容时，顿时汗毛直立。我是刘晴的爸爸，很抱歉这么晚打扰大家，请问哪位同学看见我家刘晴了吗？刘晴失踪了。今天丫丫跟我说刘晴打通过这个电话，那她的走失和恐怖电话有关系吗？我的心里隐隐不安，斟酌许久，还是拿起了手机给刘晴的爸爸打了电话。我把恐怖电话的事情跟他说了，电话里能听出他很着急。丫丫妈妈，我刚从派出所出来，方便现在去你家细聊吗？没一会儿，刘晴爸爸就赶到了我家。起初他对我说的是半信半疑，直到我把丫丫的手表和刘晴的留言拿给他看，他皱了皱眉，赶忙掏出了自己的手机，给这个所谓的恐怖号码打了过去。电话接通了。喂，你是谁？我是刘晴的爸爸，你有没有找过他？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又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。刘晴爸爸的语气近乎狠厉：是不是你把我家孩子带走了？紧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。喂，看着他死死地盯着手机，我在旁边轻声地问：要不要问下其他孩子？丫丫今天跟我说，这个视频班上很多孩子都知道。谢谢你提供的消息，我得赶紧把这些信息告诉警察。说完，刘晴爸爸就离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再次打开家长群时，我发现群里炸了，刘晴依然没有消息。家长们纷纷帮忙转发孩子失踪的消息，也反映很多孩子确实尝试过打那通电话。根据孩子们反映，视频确实是刘晴转发给他们的。很快到了周一，因为堵车，我错过了丫丫的放学时间。我给丫丫发过消息，让她在学校门口等我，可到了门口根本没有她的影子。我提心吊胆起来，颤抖着掏出手机给丫丫打电话，电话是通的，可惜迟迟没人接听。我又联系了老师，老师说丫丫放学后就已经离开了。我突然想到前天刘晴失踪的事情，顿时如坠冰窖。保安调取了门口的监控，我很快在人群中发现了丫丫的身影。她等候在我们约定的地点。大约过了3分钟，丫丫的电话手表响了，她似乎犹豫了许久，才接起了电话，随后面色苍白地消失在视频中。我慌不择路地打了报警电话，并且开始寻找丫丫。天越来越黑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焦急，直到发现丫丫的手表被丢在了墙角，一股腥甜味从心口涌上来，眼前顿时天旋地转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丫丫竟站在我的面前，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直到感觉到丫丫手心传来的温度，我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吓死妈妈了！我哑着嗓子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是刘晴给我打的电话，她迷路了，让我去找她。女儿闪着泪光地说，当时丫丫走到巷子里，就被一个中年女人拦了下来。女人温柔地告诉丫丫，自己是带她去找刘晴的，半推半就地被女人拽着往前走，手表也被女人丢在了一旁。丫丫当时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坏人，这个认知让丫丫惊出一身冷汗，小脸皱成一团。阿姨，我鞋带松了。看到不远处有个超市，丫丫灵机一动，女人刚放开她的手，丫丫拼命朝超市奔去，她的身后传来了女人的咒骂声。丫丫的话听得我胆战心惊，多亏她有惊无险，要不然我会自责一辈子。后来刘晴被找到了，可惜早就没了呼吸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组织，他们以恐怖电话为诱饵，利用孩子的好奇心，先是怂恿孩子们打电话，随后找各种借口把孩子诱骗出来进行拐卖。